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掌中三风，田广财生。手掌中三风的人，田宅广大，吃穿不愁，财富自生，富贵一世。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哪个不是为了自己而奔波呢？永远都是拼搏在路上，为了那赖以糊口的粮食，披星戴月地向前奔跑，从来不敢停歇。可是那些财富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古人说掌中三风，田广财生，你知道是说啥吗？一，什么是掌中三风，田广财生？在老祖宗的传统认知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由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掌握。甚至就连圣人孔子都说，不知命不以为君子。老祖宗认为命由天定，既然命运都是注定的，那么必然会有一种方式来预测和预知命运。所以老祖宗便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找寻探测命运的方式，希望可以以此来预知祸福。这句掌中三风，田广财生的俗语，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所谓掌中三风，田广财生，就是说老祖宗认为一个人的手掌中如果有三风，就会田宅广大，财富自生。当然这只是夸张之语，但也是在说，如果手掌有三风，家里必然是吃穿不愁，富贵一世。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中总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越过的坎儿。老祖宗说富问灾，穷问财，就是指普通人最关心的莫过于财富二字。而这句俗语就是老祖宗用来看人们是否富贵的经验总结。那么所谓的三风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老祖宗将人的手掌分为9个区域，以8卦命名，分别是乾、坤、坎、离、艮、震、巽、兑，以及掌心明堂。而这句俗语中的三风指的就是巽、离、坤3个位置。老祖宗认为巽主财，离主功名，坤主子女。而在老祖宗的认知中，什么是福气？无非就是家财万贯，功名利禄，子孙满堂。所以三风高就预示着福气满满，富贵满满。在古人看来，这三风突起的人基本上不用为钱财发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因为手相当中将这3个位置跟福禄寿相对应，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越过越好，也都希望听到一些吉祥如意的话。而福禄寿更是成为了财运、官运、寿命的代表。若三风都鼓起的话，那绝对算得上是吉兆的象征了。如果只有1风或者2风鼓起，也没必要太过担心，说明你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绩，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碍。虽然没有三风鼓给那么大吉大利，但是也还算得上不错。如果1风都没有鼓起来的话，那说明你的辈子特别普通，每天忙忙碌碌，只是为了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成就。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样的日子也足够了，毕竟人需要满足才行。下面我们着重要说一下，三风鼓起的人，如果有这种手相的话，不仅可以享受到福禄寿带来的好运，而且还会有贵人帮忙。在贵人的帮助之下，事业爱情也将会双丰收，成为人人称羡的人生赢家。其实关于手掌的俗语也还有很多，就比如女子手如棉，生来一世闲，意思就是说女子的手是软绵绵的，摸上去跟棉花一样，还特别光滑细腻，那么说明她就是个享福命，一辈子都不会受生活的折磨，也不需要为生计而忙碌。人人都想变得有钱有权，但有人天生就是富二代、官二代。投胎是一门技术活，不是没给人生来就是富二代，一出生不缺钱花。可惜不是没有有钱的爸爸，在这个要背景的年底，有一个有钱的父亲，那么才可以成为富二代。怎么判断是不是富二代？可以从手相中可以看出来。
一，有很多的财库，在视觉中手中的线如果形成一个口字形或梯形，特别是梯形接近于象征财富的元宝形状，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四个角不漏，属于财库。这种手相是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还很容易存着钱，所以这种手相的财运很好。一般这样的女性不但自己财运好，而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易成为富太太。二，有祖弼纹的手相。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亦因得长辈之印币，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这种就是很明显的富二代特征。而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是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他们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所以可以免去辛苦。有这种手相的人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这类人能勤加学习，戒骄戒傲，适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可以成为有志青年。三，太阳丘隆起。根据相术学的分析，如果你的手掌中太阳丘隆起，特别是在无名指的根部，这通常被视为一个财富的象征。太阳丘的凸起表示了你拥有赚钱的天赋和才能，这意味着你在工作中可能会获得丰厚的奖金，也可能会有许多意外发财的机会。此外，你有能力妥善理财，不会因为钱财而感到累赘，能够理性的管理和积累财富。有此手相的男性通常具有良好的财运，而女性则可能容易嫁给富有的丈夫。总的来说，这种手相被认为是大富大贵的象征，预示着你是一个有着良好财运的人，可能成为富二代，拥有较好的财富积累和财务状况。四，智慧线分叉向上，你擅长理论思考，而且你没有以低成功率参与竞争。您不仅涉及金钱，还知道如何使用资金来最有效的使用，通过合理的推理和赌博，你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赚钱，这是赚钱专家的类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富阶段，不仅在银行，而且在投机事业，如房地产和彩票。但是你在使用钱时更节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吝啬或铁公鸡。它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可以发给你的句子。五，事业线位于生命线的下部分。在相面学中，手掌上的事业线和生命线有时会被解读为对一个人事业和生活的影响。如果你的事业线位于生命线的下半部分，从手掌延伸到中指的底部，这可能意味着你在童年时期可能经历过贫困和生活困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命运就注定会困顿下去。相反，这个位置的事业线暗示着你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命运，克服困难，追求成功。这个位置的事业线也可能是一个鼓励，暗示着你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事业上的成功。尽管你可能会面对挑战和困难，但你的努力和决心将是通向成功的关键。因此，你可以把这个信息视为一个启示，开始自己的工作，积极追求你职业生涯中的成功。通过勤奋和坚持不懈，你有机会克服过去的困境，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六，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无名指和对面的是财富线。无论你做什么，它都是光滑而丰富的。拥有这种手的人非常擅长利用资金来赚钱，而且他们越来越兴旺，财富中的财富非常强大。因为水星山负责金钱，而太阳山负责人气、名望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一切。幸运的是，在财富线上出现在水星山和太阳山之间的人，通常可以依靠股票或房地产赚大钱。不过，我们也不能单凭手相定死一个人的命运。很多人都通过努力追求改变了命运，但在追求富贵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面对努力奋斗、学习与成长、心态调整、人际关系与团队建设，以及健康与生活等多方面的磨难。只有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享受到真正的富贵生活。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吧。四直流，财富不用求是什么意思？由于俗语是根植于民间的文化，所以它有着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特点。也正是因为俗语的这种特点，它才能够在先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只凭借民间人们的口口相传，便可以流传至今。其中这句俗语“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说起来也很简单，所谓“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说的就是手中如果有4条直的纹路，那就预示着无论是财气还是福气都不会太少，不用求他们也会自动送上门来。古人将这种掌中有4条清晰纹路的纹称之为是四直纹。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四直功名可求，中年愿达不用愁。意思显而易见，就是说此人可以功成名就，尤其是到了中年会更加通达。这样的说法自然是源于老祖宗的命定论。民间经常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样的说法固然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让自己看开一点，但同样也限制了人们敢于拼搏、勇于改变的思想。当人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便会用命来开导和说服自己，屈服于当下。老祖宗认为，一个人的贫富贵贱、生死受夭等等，都是天命所致，由不得自己不屈服。但是现如今，大多数人却不再有这样认为。人们虽然不是全然排斥这种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的说法，但也只会将之看作是生活的一个调味品，或者说是寄托了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民间这样类似的说法很多，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手纹预示了大富大贵、财富不用求呢？一、钱财纹数量多。钱财纹位于手相中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纹路，是手相学中重要的指标之一，用于分析一个人的财运情况和招财能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手上的钱财纹较多，通常表明他的财运较为旺盛，具备强大的招财能力。这种人往往能够从正财和偏财两方面获得收益，他们的事业发展顺利，收入稳定增长。此外，由于偏财运也很旺盛，他们适合进行一些投资活动，如彩票、股票等，有可能获得意外之财。拥有丰富钱财纹的人通常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的财富，善于把握投资机会，因此财富增长的速度较快。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也较为谨慎和理性，能够有效地规划和保护自己的财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所以，钱财纹较多的手相代表着财运的旺盛和招财能力的强大。这些人在事业和投资方面表现出色，能够取得丰厚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然而，尽管手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和适时的决策。二、手掌有痣。手掌上的痣通常被视为吉痣，而手掌心的痣被认为是智慧和财富的象征。手掌上的痣代表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而手掌心的痣更是被视为一种吉祥的征兆，预示着个人具有聪明才智，并且将来会取得财富和成功。然而，人的手相并非是静止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手相也会发生改变。即使一个人拥有夫子眼、断掌等多种好运纹，也不能过度依赖这些能力。过度依赖手相可能会导致透支个人的福报，使得原本的好运变得不稳定。三、太阳丘或木星丘上有星纹。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在木星丘和太阳丘位置出现星纹，这通常意味着他们一生的运气非常好。他们往往能够不断地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享受着来自命运的眷顾。
这些人身边通常会有很多贵人，他们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由于运气好，这些人心中所想的事情往往能够得以实现，而且赚钱也相对容易。然而，他们大多不太懂得珍惜和把握机会。如果他们缺乏上进心，那么即使机会再多，也会被浪费掉。因此，尽管命运眷顾着他们，但真正能够实现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是否能够积极进取，不断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将机会转化为成就。4.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的根部，在手相学中被认为是一个人的社交运、财运和商业头脑的象征。如果这个部位长得红润而饱满隆起，通常被解读为这个人拥有智慧和才能，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出色的应变能力。这样的人一般来说财运较好，因为他们能够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具备较强的商业头脑，善于发现并把握商机。他们的社交能力也很强，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因此能够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为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创造更多的机会。由于他们的商业头脑灵敏，他们往往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脱颖而出，实现事业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他们有着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决策能力，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为自己赢得利润和声誉。总的来说，拥有红润而饱满隆起的水星丘的人往往具有优秀的商业头脑和出色的应变能力，他们能够在商业世界中游刃有余，取得成功并赢得丰厚的利润。5. 金花纹。金花纹形状类似于米字，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手相纹路。根据传统手相学说，拥有金花纹的男性和女性都有着不同的预兆和特征。对于男性来说，拥有金花纹的人往往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强大的工作能力，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进展。此外，他们可能会娶到一个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妻子，夫妻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对于女性来说，掌中有金花纹的人往往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具有良好的教养和修养，她们可能会嫁入豪门，或者选择嫁给一个前途光明的生意人，从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们的知识面广，思维敏捷，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为家庭带来和谐与幸福。6. 手掌有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是替别人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通常帮人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7. 家族戒指纹。家族戒指线即出现在大拇指根部的环状线，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手相纹路，它预示着整个家族将会蒸蒸日上，拥有者一生的事业都会顺利发展，并且在家族中有贵人的帮助和支持。拥有家族戒指线的人在今生的运势将会大吉大利，前途光明，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他们可能会得到来自家族内部以及外部的支持和帮助，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抱负。此外，拥有家族戒指线的人的后代也会受益于此，可能会成就非凡，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整个家族都将在亲朋好友中享有盛誉，被视为高人一等，名望显赫，地位显著提升。8. 三角纹。手掌上生命线出现三角形的纹路，被视为吉祥的征兆，预示着拥有者健康无忧，生活平稳。当三角形纹路出现在生命线的不同位置时，也会有不同的寓意。如果出现在生命线的先端，意味着小朋友的身体发育健康，是一个有着良好体质的孩子；如果出现在中间位置，代表着中年时期身体状况良好，拥有充沛的精力和活力，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而如果出现在生命线的末端，
则预示着晚年身体健康，没有太多的疾病困扰，能够享受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此外，拥有这种纹路的人通常还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工作顺利，事业有成。他们可能会得到贵人的相助，顺利度过人生的各个阶段。这些吉祥的手相纹路给予了拥有者幸福和福气，使他们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最后，尽管手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但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和适时的决策。要珍惜手中的福报，不可过于依赖手相，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头发黑浓财运丰，头发粗硬穷一生。不同的头发是不同的命，你是哪种？相学是我国算命学5术之一，其中相学又分为骨相、体相、面相、手相、脚相等等。从体相看，一个人从上到下的身体特征都跟其命主的运势息息相关。中医学以为发乃血之余，肾之华，以此类推，头发由来于先天的父精母血，能以此揣测直系长辈的富贵寿考，又与后天命理的贤愚贵贱息息相关。透过头发可以探知人的命运及身体健康的动态，所以审辨头发也是面相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头发浓黑，头发长得稀疏而色泽浅淡的人往往性格较为柔弱，他们常常缺乏坚定的意志力，容易被外界影响而动摇，行事缺乏毅力，往往难以坚持到底。他们通常缺乏进取心，更愿意顺应潮流，跟随他人的步伐，而非坚守个人的原则和主见。虽然可能怀揣着一颗充满野心的心，满脑子都是雄心壮志，但是实际行动力却常常欠缺，总是在模糊中徘徊，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方向感，因此很多事情难以取得成功，也很难有所成就。相反，头发浓密黑亮的人通常具备较高的智慧和决心，他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有条理，善于规划和筹划，懂得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实现目标。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理想和抱负，还具备坚定的执行力，在追求事业成功的道路上常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他们不仅能够为自己制定明确的目标，还能够制定周密的计划，并且能够不断地朝着目标努力前行，最终实现自己的抱负。二、白发，白发一路凉，多病多忧愁。多年来，疾病和忧虑不断缠绕，如影随形，使生活充满了无尽的挣扎与困惑。虽然表面上装作自得其乐，但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却无法掩饰。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那种孤寂和无助便会涌上心头，烦恼如潮水般袭来，肾亏导致后代稀少。虽然祖业能够延续，但心中的担忧却愈加沉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境地里，日复一日的度过，心情沉重而无奈，烦恼似乎永无止境。三、发际线低垂，面相中的发际线低垂，也就是额头较低窄，被视为天庭的低矮，代表了个人的智力、运势和前途。拥有宽额头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智慧型，而窄额头的人则被视为理想型。额头低窄的人通常追求完美，但也容易表现出目中无人的特点。他们倾向于攀附他人，热衷于突出自我，有着较强的虚荣心。然而，历史上很少有额头低窄的人在商界或政界取得成功，除非其面相有其他五官的辅助，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发际线低垂的人同时鼻梁细小，那么他们很可能一生难以获得成功。他们的内心可能充满贪婪，渴望名利和物质享受。这种特征常常导致他们在事业和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难以取得显著的成就。四、头发稀疏，稀发的人往往具有聪明的才智，拥有文才和坚定的志向。他们善于分辨事物的好坏，口才较佳，但言语不轻易外露。他们心思缜密，专心致志，具有多方面的主意和计谋，同时也较为谨慎，避免冒险。他们善于处理复杂的情况，
可以应对各种挑战。然而，稀发的人可能子女较少，常常为此而担忧，有时会选择单身生活。男性可能会遇到婚姻困难，而女性也可能遭遇婚姻挑战。他们倾向于追求事情的完美，注重细节，但可能缺乏大局观和宽容心。5. 发际线不整齐。发际线面相学称作火星。火星在六亲代表父亲，在个人代表前途。如果发际线参差不齐的，或者有美人尖的，或者发际线偏斜的，这都是克夫的特征。刘恒注：额角参差先丧父，山根低陷损爹娘。发际线向左偏斜的克夫，发际线向右偏斜的克母。6. 多而软。头发多而柔软的人，一般性格方面也会显得较为平和，为人也非常的低调，不喜欢炫耀，也不喜欢招惹是非，属于身边的那种老好人的形象，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生气一样，而且善于调节周围人的关系，喜欢当和事佬，也不喜欢争斗。虽然在事业上显得进取心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认真，家庭关系也比较和睦。虽然看上去比较平凡，但是福气厚重。而头发多而硬的人，性格方面就比较刚直，做事喜欢冲动，甚至会铤而走险，争斗心和得失心特别的重，为了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可能也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但是很难长久，容易因小失大，最终把自己逼入到艰难的境地。7. 硬而粗。头发软顺且色泽黑亮的人，通常展现出一种内在的谦和和善良，他们往往擅长倾听别人的建议，并且能够很好地与同事和上司相处。这种性格特质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上司的认可和赏识，从而增加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他们往往能够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处理问题，注重团队合作，这在职场中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相比之下，头发浓密而粗硬，甚至直竖起来的人，往往性格上更加冲动，他们可能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容易冲动行事。这种个性可能导致他们在工作中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甚至与领导发生冲突。叛逆心理和自尊心的脆弱，使得他们不喜欢低头服软，更倾向于与权威对抗。这种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事业发展，因为缺乏与他人合作和妥协的能力，会限制他们在职场上的成长空间。8. 头发旋过多。头发旋过多的，一般超过了2个，这属于发理不顺。发理指发心弦，发心弦位于头正中央者，运势可顺利发展；发心弦偏于一边者，天生的境遇不如人意。2个发心弦者，体质虚弱，性格易变；发心弦多于2个者，早年运气不通，一生凶灾不如意事，头发黄色；而有发旋在前边者，主出凶祸伤灾。9. 头发枯黄。头发枯黄没有华彩的，这是肾气先天不足的表现。此类人脾气不好，做事冲动而欠考虑，不能坚持到底，易见异思迁，也容易遇到困难险阻而事事不顺，事业不容易成功，多数一生辛劳多灾。女性易感情不顺，财运也不佳。头发乌黑雪亮，粗细适中，带有韧性的，为人正直，处事有节，受人喜欢。10. 头发参差不齐。头发生长不均匀，有的地方挺起，有的地方柔弱，这是发次不匀的面相。头发如波浪者情绪不定，大多性格骄纵，情绪游移，厌旧，做事缺乏恒心，难于贯彻始终，经常变换职业，事业事倍功半，且虚荣心强，纵欲固执，甚至有凶恶暴力的犯罪倾向。11. 发际线低垂的面相。发际线低垂，也就是额头低窄的面相。额头又名天庭，代表了人的智力、运势与前途。阔额之人为智慧型，窄额之人为理想型。额头低窄的人更喜欢追求完美，缺点是目中无人，喜欢攀援，爱虚荣，喜出风头。刘恒注：发际低垂的面相绝少有成功者，
无论商界还是政界，特殊额头低窄的面相。必须有其他五官辅佐才能成功。如果发际线低垂而有鼻梁细小的，则一生难以发达。心性贪婪，贪名贪利贪色。12. 前不遮额，后不压颈。后不压颈指的是脑后的头发，发际线长，一直长到脖子上了，此为压颈。如果是头发压颈的面相，则代表其人性格倔强，脾气大而耿直，一生多有挫折与磨难。早年运势不起，中年运势可以。13. 前不遮额，后不压颈。面相中所谓的后不压颈，即指头发长到脖子上，形成一种压迫感。这种面相常被解读为具有倔强、脾气大而直率的性格特征。这样的人生活中往往会经历挫折和磨难，尤其是在早年时期，运势可能不尽如人意。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年时期的运势可能会有所好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14. 柔软，头发长得顺滑柔软的人，通常性情温和、善良友善，因而往往备受欢迎。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融洽，容易相处，因此拥有良好的人缘，朋友也较多。在事业上，他们往往能够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家庭关系也较为和睦。相反，头发长得较为硬直的人，性格多半固执倔强，不易听从他人建议，常常一意孤行。由于缺乏灵活性和妥协性，他们往往与他人相处不佳，因而人际关系较差，发展受到限制，机遇也较少，难以取得财富。抓财手、漏财手，你是哪一种？相学中，手相是一个极其需要注重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手相特征，可以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抓财还是漏财。人们常常喜欢说某某某是能抓财，这其实也是有手相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是漏财手，首先是不容易抓财，其次就算财富到了手里也容易溜走。那什么样的手相是抓财手相呢？什么样的手相又是漏财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抓财手的8种特征。1. 事业线起始于土星丘，这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是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延伸出来的，或者说事业线长度较长，能够达到土星丘上。如此修长的事业线，说明了其人在工作中不仅个人能力出众，擅长努力，而且还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即使他们会遭遇意外变故，也能够化险为夷，保持工作状态稳定不下滑。此外，这类人的情感运势也不差，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结婚之后获得好的事业运、财运。2. 手指齐整，没有指缝。如果手中的5根手指并拢之后没有非常明显的指缝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的财运非常的好。这种手相除了象征着其人性格自律、擅长赚钱且懂得理财之外，还说明了其人很少会因为意外因素而面临破财危机。他们从来不会在生活中铺张浪费，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财富，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都是井然有序，自然不会有着缺钱的苦恼。3. 掌丘饱满，掌心内凹。微微内凹的掌心再加上饱满的掌丘，这样一种手相就是所谓的聚财手，也被称之为聚宝盆。因为从外形来看，掌心内凹，而四周的掌丘突出，使得整个手掌如同盆地一般，故而有着聚宝盆的称呼。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擅长聚财，他们有这类良好的事业运和财运，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才可以保持个人财运的稳定。无论是通过努力工作还是投资，都可以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4. 手中拥有好的理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根部位置的短小斜线便是理财纹，也叫做钱财纹。这一纹线便是手相中最能够体现出个人偏财运变化的掌纹之一。好的理财纹一般在3条以上，且每一条都是相当的清晰深刻，
外形也是近乎相同，没有分叉、断裂等情况的出现。好的理财纹意味着命主容易获得横财。5. 手掌中心长有痣，长在手掌中心的痣被称之为聚财痣，因为手掌的中心往往微微凹陷，其外形就如同一个盆一般，所以也叫做聚宝盆。而位于聚宝盆当中的痣就相当于是财富，所以也称之为聚财痣。这一痣象出现的概率并不高，而一旦获得，就意味着其人的财运十分出色。6. 手指甲红有圆，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指甲长得圆圆的，红润有光泽，则往往说明他们自身的精力比较的旺盛，个人的财运亨通，注定就大吉大利的富贵相。所以这样的人不但会挣钱，而且存钱的能力也是一流。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一定会把钱财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经济条件也会上升，福泽几代人，儿女也极少会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7. 手掌有井字纹，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用于井字纹，尤其是中指与无名指的位置，则往往属于富贵的象征，往往会有财大气粗的说法，通常说明他们会有横财上门，是富贵的象征。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运气会比较好，个人的能力强，尤其是敢于创造，抓住机会，知道怎么去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去创造价值，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手。8. 手掌钱财纹多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位置，往往会以此处的竖纹多多，往往说明此人的收入多多，钱财多多。只要是把钱给他们，极少会胡乱的花销，是聚财的好能手。而且这样的人非常的适合创业，能力运势兴旺，不差钱也不会缺钱，属于典型的财神爷赏饭。只要他们不笨，就一定会取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往后的生活也是会越过越好。2. 漏财手的5种特征。1. 手掌平薄，在相学中，手掌以厚实饱满为佳，这种人不但很有福分，而且挣钱的能力也比较的强，做事非常的踏实，人也比较的勤劳，能挣也能存，守财能力比较强。若是掌心平薄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犹豫，缺乏魄力，难当大人，挣不来钱，一生财运很差，即使是辛苦劳碌，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即使有些钱，最后也留不住，属于典型的漏财手。2. 手有漏财纹，所谓的漏财纹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掌有漏财纹，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理财观念，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钱就花，没钱就借，整天想的不是怎么能挣钱，而是怎样去花钱，而且花钱如流水，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钱存。3. 指缝较宽，漏财的意思是手如漏斗一般，抓不住财。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合并起来，闭合不严，手指间有着明显的缝隙的话，尤其是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的状况，这种手型属于典型的漏财手，而且漏财的程度与指缝的大小成正比，指缝越宽，漏财就越严重。这种人一般花钱比较的随性，只要是有点钱就忍不住的要花出去，很难存到钱，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比较紧张。4. 手指修长，从相学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很有才华，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金钱并不会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
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5. 食指向外歪斜。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做事踏实诚恳，守财能力超强，一生无忧。若是食指长得向外倾斜的话，此为漏财之兆。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个食指是一样的，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这种人破财较多，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通过上述，大家对抓财手和漏财手是什么样的有所了解了吧？大家可以根据上述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漏财之手。如果有碰到自己是漏财手的，也不要着急，漏财手也是有化解方法的。小酱汁有3点建议。1. 漏财手的人可以将金钱交给家人保管。如果说一个人破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投资不谨慎，或是花钱没有计划的话，那么要想避免漏财，可以选择将金钱交由自己的家人保管。只要学会如何去赚取更多的钱财即可，不去管理财富，自然可以减少资金平白无故遭受损失的概率。2. 漏财手的人可以佩戴戒指，当手中存在漏财纹时，可以在食指或者中指上佩戴一枚金质或是玉质戒指，提高自身财运运势。这一类戒指饰品可以起到镇压财气的作用，能够确保自己所赚取的金钱不会因为各种意外而遭受损失，从而减少破财的次数和幅度。3. 漏财手的人可以购买不动产，为了能够存住钱财，可以将金钱直接变成房屋、贵金属以及其他奢侈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不会轻易下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储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命主的漏财运。有的人明明赚钱不少，但因为各种事情从而导致无法攒到钱，这就说明自身漏财，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格外注意，必要时通过一些手段从而防止漏财。9种长寿手能活99。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寿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
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
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从大拇指形状看你命运走势。算命看相以看手为首，人的五指可以伸屈自如，这也是和动物的区别之一。而大拇指强健有力，可单独活动，所以独尊大拇指为首，且在手相中尤为重要，代表了一个人的体魄、尊严、意志力。那么如何通过大拇指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运势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从大拇指形状看。1. 大拇指长直，又硬又厚。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又长又直，且指头厚硬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的坚韧，做事很有耐心，只要做就会坚持到底，不喜欢中途放弃，而且自律性非常的强，也很有上进心，领导力非常的强，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不过这种人也比较的固执和倔强，做事往往缺乏变通，而且缺乏同情心，往往不太容易亲近，也不太好相处，人际关系不太好。2. 大拇指长厚而弯曲。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比较长，指头厚实，但略微向后弯曲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情耿直，意志力坚定，但是心思非常的单纯，做事往往缺乏一些机智和权谋，没有什么心眼。不过心胸宽广，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也懂得为别人考虑，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心地善良，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好。遇到困难时也常有朋友出手相助，懂得进退和取舍，做事很有分寸，在金钱的使用上也是当花则花，当省则省，容易成功。3. 大拇指短小，指尖薄。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比较的短小，或者指尖比较薄的话，这种人大多也没有什么主见，有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进取心不是很强，意志力也比较的薄弱，做事缺乏耐心，容易中途放弃，领导力不足，容易妥协，往往会成为别人的追随者。不过这种人大多善于观察人心，有着很强的敏感度，处事也比较的圆滑，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社交能力非常的强，非常的适合与人合作，通过合作往往能够达到心中的目标。4. 大拇指内弯。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无法挺直而略向内弯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的坚韧，做事坚持，但是性情比较的顽固，内心非常的封闭，喜欢戴有色眼镜看人，对他人喜欢抱有成见和敌意，做事往往不近人情，而且个性也非常的保守和内向，不善于与别人交往和交流，也不喜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内心，自我意识非常的重，为人特别的自私，凡事都只想着自己，生活上容易陷入孤独，也容易被人孤立，事业方面也难有什么成就。2. 从大拇指关节看。这里小酱汁要提醒大家，无论男女都以右手拇指为准。现在伸出右手大拇指，一起来对比一下第一指关节和第二指关节的长短关系。1. 第一关节长于第二关节。拇指第一关节长于第二关节的人，性格普遍积极乐观，本身聪明有主见，他们对未来很有想法，不仅目光长远，善于规划，而且考虑问题很全面，习惯谋定而后动。据说第一关节越长，他的能力就越强，野心就越大，因为一直不满足于现状，所以这类人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若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要尽早抱大腿哦。他们很执着，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自己认定的人和事儿会坚持到底。他们很孝顺父母，不过和喜欢的人遭到家人的无故反对，他们也不会愚孝，会据理力争，不会轻易放弃这段感情。他们内心很高傲，不盲从于世俗，不会为了讨好别人而人云亦云。同时他们也很务实，习惯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我的重视程度会远远大于对他人的重视，这种特质让他们充满魅力，所以这类人的异性缘一直都不错。若你是男性，你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爱面子，虚荣心强，习惯掌控一切，在一段感情中，你希望对方能够按照你的设想走，若他的行为超出预期，你会变得很急躁。不过你虽然很霸道，但也很负责，一旦决定和某个人在一起，你会主动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会努力让对方过上好日子。另外，你很讲义气，很在乎朋友之间的感情，和你做朋友是一件很棒的事儿。若你是女性，你有大女子主义倾向，你独立，敢爱敢恨，足够优秀。在你的人生中，爱情从来不是主旋律，因为不愿将就，所以大多晚婚。但晚婚未必意味着幸福，虽然你的结婚对象条件还不错，但你性格太强势，总想在感情中掌握主动权，希望另一半能听命于他，所以在婚姻中很容易产生冲突矛盾。给你一个建议，在一段感情中多发挥你的性别优势，要学会欲擒故纵，示弱撒娇。很多时候能被人宠着，为什么要硬抗呢？你要明白，硬碰硬是最愚蠢的做法。若你已经明白这一点，相信你距离幸福也不远啦。2. 两个关节一样长。在相学中，大拇指代表着父母，第一关节代表着父亲，第二关节代表着母亲。若你的拇指没有疤痕杂纹，意味着父母身体比较的康健。若大拇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等长，说明你的家庭氛围很和谐，父母比较的恩爱。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很有教养，懂得将心比心，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你的情商很高，为人处事有一套自己的准则。因为和你相处很轻松，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你很受大家欢迎。不过你虽然喜欢热闹的环境，但你也需要独处的空间。一个人宅在家里能让你彻底的放松自我。另外，你的情绪控制能力很强，不会轻易发火，你做事也很谨慎。当你没有思考成熟或者组织好语言时，不会轻易发表意见。假如遇到观点冲突时，你会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绝不会面红耳赤地和人争执。在外人眼中，你看起来大大咧咧，可实际却心有沟壑。表面上你不爱斤斤计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虽然你很精明，但对于喜欢的人却很大方，而且讲究礼尚往来。无论对人对事，你不会一昧的索取，更不会一直毫无回报的付出。
你能够很好的拿捏其中的尺度。在感情方面，你讨厌轻浮浅薄、只会夸夸其谈的人。虽然你很喜欢听甜言蜜语，但更看重另一半的真心。虽然你渴望浪漫的爱情，但你更看重现实的因素。所以你在结婚之前，一定会全方位考察对方的家境和能力。若你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最终一定会离开。给你一个建议，在感情中你太被动了，总想着缘分从天而降，还幻想对方有颜有钱有身高，还只爱你一个，别做梦了。若你还单身，就主动一些，跳出舒适圈，提高交友的层次，脱单会变得很简单。若你正在交往中，就控制自己攀比的欲望，不要轻易拿恋人和别人对比，很伤感情的。3. 第一关节短于第二关节。拇指第一关节短于第二关节的人，性格成熟稳重，遇事宠辱不惊，属于大智若愚的类型。这类人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吸引注目，虽然能力很强，为人却很低调。不过这类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力求完美，虽然不爱竞争，但是对于自己分内的工作却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所以他们会是领导信任的左膀右臂，通常事业上也会顺风顺水，不会遭遇太大的挫折和起伏。这类人亲和力很高，让人感觉很好相处，所以他们人缘不错，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们聊天。不过他们戒备心很重，从来不会主动表露自己的隐私和心事，也不会随便对人推心置腹，而且他们内心往往有一些小秘密，无论关系多么亲密，也不愿意说出来。这类人对待感情很理性，所以不会轻易动心。虽然恋爱经验比较少，但理论知识很丰富，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堪称感情导师。他们很明白良性沟通的重要性，所以闹矛盾时喜欢有事说事儿，很讨厌对方冷战或者是冷暴力解决问题。因为看事情很透彻，所以这类人最容易在婚姻中过得幸福。这里小酱汁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有时候呢可以冲动一点，浪漫一点，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各种顾虑而错过难得的机会和缘分。另外，你太容易焦虑了，还经常失眠，建议找个机会出去走走，散散心，别总宅在家里，把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上，太可惜了。从小拇指看命运，断吉凶，奇准无比。小拇指在手相上又被称为忌指、尾指，在5根手指中是最小的那一个。别看它小，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后半生的运程，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相术上又被称之为第2根拇指。那么小拇指的长短、形状具体都能看出哪些呢？一起随我来看看吧。1. 小拇指长直。如果我们平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更长的小指。这种人心思细腻，心灵手巧，很会察言观色，又因为小指同时在相术上也代表交流及沟通能力，所以这类人通常都有比较强的交际手腕，在社会上行走更容易取得成功，俗语就是很吃得开。2. 小拇指短小。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过于短的人，个性率真、单纯、无城府，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人为人仗义、耿直，对朋友能两肋插刀，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但都是交心的朋友。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3. 小拇指与无名指。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没有缝隙的人，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反之，若是有缝隙的话，夫妻2个人肯定经常吵架，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4. 小拇指颜色。健康上来说，小拇指苍白，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小拇指红中带青，多是肾虚、元气不足的表现。
小拇指青筋毕现，多是泌尿系统不畅。5. 小拇指尖端的形状。1. 小拇指指尖端为尖头形者主，其人心理细密，反应敏锐，辨现能力强，善于论辩，也善于讨人欢心，并且喜好研究事物。2. 小拇指指端为四角形者主，其人学识丰富，做事踏实，具有务实能力，信用佳，重责任。3. 小拇指指端为椭圆形者主，其人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经济观念很好，善机变，社交能力好，人际关系佳，本能强。6. 小拇指的指纹。1. 小拇指有运约纹。运约纹是指小拇指有一条或者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儿，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一边在奋斗，生活过得很惬意。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子贤孙孝，儿女绕膝，尽享天伦，富贵又安康，且后代卓有成就，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2. 小拇指有侧纹。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事业有成，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不甘心落于人后，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尽力赚钱。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适当给自己减压，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步入老年之后更要放慢节奏，多锻炼身体，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3. 小拇指为均纹。小拇指有均纹的人性格孤僻，脾气固执，不喜热闹，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因此得以安享晚年。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子女要多关心留意，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4. 小拇指为沉纹。小拇指有沉纹的人，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不过中年以后，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晚年之后，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从此大富大贵，安享清福。由于他们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有着极好的人缘，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子孙孝顺，朋友围绕，加上他们喜欢旅游，懂得享受生活，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第2，掐指算命看吉凶，简单易学，奇准无比。掐指只是古人在占算时，将天干、地支、八卦、五行等，通过五行的生克等关系来进行推算预测罢了。掐指算命是怎么回事？一些人没有算过命，但是在电影、电视与书中都能看到命师为人预测的时候，都会凝神掐指运算。掐指算命已经成为了算命的招牌动作。那么掐指是什么意思呢？不懂的人觉得神秘，讲出来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同许多江湖秘籍一样，说出来就分文不值了。命师掐指的位置是在左手，用左手大拇指在其他4指上掐点。掐点一共有12个位置，也就是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的位置在无名指的根部，丑的位置在中指的根部，寅的位置在食指的根部，卯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2个折纹上，辰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3个折纹上，巳的位置在食指尖上，午的位置在中指尖上，未的位置在无名指尖上，申的位置在小指尖上，
有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3条折纹上，虚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2条折纹上，亥的位置在小指的根部。此12地支在左手4指上转了1周，食指上有寅卯辰巳4个，小指上有申酉戌亥4个，中指与无名指上各有2个，总计12个。位置很简单，但是在运用上却十分广泛，如查10天干的旺衰、年龄的计算、12星剑、一掌经等，都离不开指诀。先介绍一下根据年龄推算属性的方法。比如来了个人说，有一个人今年虚龄75岁，问你是属什么的，你就可以在今年虚的位置上起1岁，顺数到子为11岁，寅的位置为21岁，辰是31岁，午是41岁，申是51岁，戌是61岁，子是71岁，隔位往下推。查75岁的属性就在此停住，子为71岁，逆向推，亥是72岁，戌是73岁，酉是74岁，申是75岁。推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就告诉来人虚龄75岁的人是属猴的。若问一个人是属猴，今年70多岁虚龄是多少，你也用此方法推出。在邵伟华著的4柱预测学也有详细介绍，请参看。10天干的旺衰我就不介绍了，我只是想说，现在许多人有点忽视它。老怕地旺，少怕衰，中年最怕死绝胎，这在预测中很有用的。行运玉诀一般都有事，像沐浴也为桃花，沐浴为裸体，结合命局运用是很准确的。一掌经预测十分方便，不用万年历与排4柱，报出出生的时间就马上开口就断，准确率很高。若与4柱同时运用，百不失1、2。我说一下一掌经的12宫：子为天贵，丑为天恶，寅为天权，卯为天破，辰为天监，巳为天文，午为天贵，未为天意，申为天孤，酉为天任，戌为天意，亥为天寿。具体的用法是从年上起月，月上起时。例如乾造阴历寅年3月14日辰时，男命顺行，女命逆行。在寅上起年，顺数寅为1月，卯为2月，辰为3月。在辰上起日顺数到14日为4，巳上起时顺数5至酉。此4宫为天权、天监、天文、天任，依其各宫的含义进行批断。各宫的含义与4柱10神相很相近，具体可参看一掌经。用一掌经断人性格，我感觉非常准。12星剑也是用指诀在生年起，数至太岁上看落在何星上。如若在吉星上论吉，落在凶星论凶。12星剑是凶星多吉星少，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凶多吉少，穷人多富人少，不可能人人都吉。手掌中有阴质纹的人，祖上或本人有积累的阴德，将来能鸿运当头，福禄双全，贤子贵孙。手相我们来比较熟悉，手相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手相是根据手掌的纹路特征进行解释分析，讨论对人运势方面的影响。手掌的纹路我们并不是一一都了解的。那么手相阴质纹对人的运势有什么影响？一、什么是阴质纹？阴质纹也叫贵人线，又名火星线，古人也称其为祖阴纹，意思是祖上积阴德而产生的纹线。阴德深厚的人手掌中通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其人善良、慈爱，遇事多能得到贵人相助，从而化险为夷，也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助力而获事业成功。一、贵人线清晰深刻。贵人线生得清晰深刻的人，无论男女，对待工作都非常积极热情，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而且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拔，事业亦有所成，生活平顺幸福。假如生命线生得不佳，但旁边出现好的贵人线时，会大大弥补生命线的不足，
所以贵人线又称第二生命线。二、贵人线一条，从贵人线上也可以看出其人的感情生活是否幸福。假如手掌中有一条清晰而深长的贵人线，随着生命线一直往下延伸，代表夫妻两人感情能够维持长久。特别是贵人线的末端与生命线紧贴时，两人的感情会越老越浓。若贵人线末端与生命线的距离越来越远，两人虽然会一直维系着婚姻关系，但心的距离却会随着时间的加长而越来越远。因此，这类人特别需要用心维护感情。三、贵人线多条，假如手掌中有多条贵人线出现，其人有着旺盛的桃花运，身边不缺少异性。假如靠近生命线的贵人线伸长，其人虽然桃花运旺，但与另一半感情很好，外人无从介入。如果不是的许，则可能心里另有他人的影子，比另一半分量更重。四、贵人线呈交叉状，若手掌中有两条贵人线呈交叉状，且纹线深而清晰，表示其人寿命较长，命中可得功名利禄，亦能够白手起家，做出一番事业。假如手掌中再有一条清明的太阳线，其人一生平顺，会名扬四海，多子多孙，健康长寿。五、贵人线的支线触及事业线，假如贵人线的末端分出一条支线与事业线相连的话，其人活力充沛，工作态度积极，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女性手掌中有此特征时，其人在工作容易遇到强有力的异性帮手，从而免之许多单打独斗的挫折和辛苦。六、贵人线上出现障碍线，假如有多条障碍线横切过贵人线，表示其人虽然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但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拖累和阻挠，甚至会造成金钱方面的损失。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轻信他人的谗言，而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而且有了孩子以后，会变成全职保姆。贵人线上有支纹分叉的人，可能会遇人不淑，易在情感上受伤，因而情路较为坎坷。面相中其实也有阴质纹，阴质纹按古人的说法，是靠后天的修养和积善积阴德而来的。阴质一词原出《尚书·洪范》，本意是不言而使安定，引申出阴德之意。阴质纹在面相学中属于变相，变相即后天之象，即命运的趋势在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自然变化中的变化。因此，科明星与阴质纹，一是天生，一是人为。人为的变相给人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它肯定了人的主观方面的作用，说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发展趋势的。面相中阴质纹长在什么位置？阴质部位的形象。阴质亦称泪堂、龙堂、凤带，指面相中位于两眼下卧蚕内的部位，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主管子嗣的有无，相书神意富有。阴质肉满福重心灵之说，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象，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故相学认为，若眼下阴质部光明润泽，紫色环绕，为行善积德所致，纵然有克子之凶兆，也会因为积有阴德而生贵子。相反，若多有不善之举，则会使眼下青暗虚肿，而破吉相，有损子女。若改恶从善，助人积德，蠢肉即会生出阴质纹，化凶为吉，绝处逢生。相传春秋时有名商渠者，年届45子，孔子见其眼下隐现质纹，断其必得贵子。后来果被言中，除眼下卧蚕部外，阴质纹还可以在颜面其他部位显现。水镜即归纳为36阴质部位，如双眼、天中、天庭、天门、天府、山根、年兽、准头、法令、地格、眉角、命门、天仓、印堂等。这些部位出现吉纹或吉气喜色，皆可补救面相中原有的缺陷，化凶为吉。反之，这些部位若出现恶纹或恶气败色，
则会由吉变凶。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能唤回人之造化而变吉变凶的说法。据说脸上长了阴质纹会有这样的命运：一、大器晚成。长有阴质纹的人都会大器晚成，大概在中年或者以后的事情，命运会有很大的改变，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因为在青少年时期，他们的心性还不稳定，做事总是冲动，人生也缺乏阅历。但是在之后就会使自己的心情慢慢的沉淀下来，做事之前也会思考了。二、人际关系好。如果一个人长了阴质纹，就代表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不管是和自己的朋友，还是和自己的亲人，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他们也总是能得到身边人的帮助，朋友会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及时帮助自己，自己的亲人和家人也会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自己。三、延年益寿。长有阴质纹的人，都说明他们在自己的少年和中年时期做了很多善事，也积攒了很多阴德，所以等到他们老年之后，就会生出一些这样的皱纹，这就代表着他们有延年益寿的征兆，不仅身体特别健康，没有什么病症，而且也会特别长寿，一直到老。四、心地非常善良。长有阴质纹的人，心地都非常善良，因为他们的内心特别耿直，也总是会帮助身边的人做一些事情。只要身边有人遇到一些困难，即使他们和对方并不是很熟悉，也都会伸出手去帮助。而且他们从来不会记仇，所以这种做善事的行为也给他们积了很多福德。五、脾气特别好。一个人要是长了阴质纹，就代表着他们早就已经对这个世界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已经无欲无求了，脾气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而且不管他们平时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感到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小事不值得让自己动怒，生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长有阴质纹就代表着这个人在上一世做了很多善事，也给自己积了很多阴德，所以这个阴德就会跟随在自己身上。所以说有阴质纹的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特别有福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得到福德的庇佑，不会出现一些人生的挫折。六、家族兴旺。阴质纹的人家运也很好，因为这种人本身自带阴德，所以如果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的话，那么这种人其实往往都是能够使得家运变得越来越旺盛的。也就是说，这种人的家庭一般都是人丁兴旺的，家人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财运发展也很好。古话说得好，积善天长佑，就是这个道理。七、有阴质纹的人事业怎么样？有阴质纹的人往往事业运都是很顺利的，因为这样的皱纹一般都代表着积累了很多阴德，所以其自然格局更容易得到很多的庇佑，在事业上的发展无疑也会更少阻碍，个人能力也基本上都是很强的，因此其整体的事业发展自然也就更好了。八、阴质纹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多？有阴质纹确实可以带来好运，不过最好就是多行善积德，这样才可以让阴质纹发挥更多的效果。尤其是那些阴质纹原本不是特别旺盛的人，如果多行善积德的话，以后无疑是可以因为阴质纹的存在而让自己发展更好的，因为其行善也可以增加阴德，行善越多，那么阴质纹就会越多。对于积阴德具体要怎么做，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其实帮助穷苦的人、放生、修桥铺路、孝顺老人，都是属于积阴德的好途径。我们来看看哪些名人都长了阴质纹。有很多出名的人长了很多阴质纹，从刘德华的近照看来，他就有非常明显的阴质纹。刘德华一生做了非常多的善事，在每次抗震救灾的慈善晚会上，必定都会看到他的身影。只要能帮助到别人，他就不遗余力。在影视方面，刘德华还会用自己的资金和资源扶持新导演，帮助郭子健、宁浩这些青年导演成为名导演，对华语电影的发展帮助非常大。都说相由心生，
所以只要做的好事多，从心向善，面相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娱乐圈是个名利场，有不少人迷失在其中，甚至为了一点利益勾心斗角。但是也总有不少艺术家是出淤泥而不染，真正能做到一生向善做好事的。祝福他们以后越来越好，婚姻幸福的首相，婚姻美满，感情顺利，日子稳定，不愁吃穿，荣华富贵。你想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如何吗？不管你是20还是40，每个人都拥有爱人的权利，每个人都会期盼命中的另一半出现，每个人都会幻想另一半会是什么模样，每个人都会想知道结婚之后的样子。想知道你会拥有一段什么样的婚姻生活吗？可以从你的手相中看出你的命运。有这10样手相的人，婚姻美满，感情顺利，日子稳定。1. 拥有幸福婚姻。如果有一条很深而且清楚的婚姻线，前端也没有向下弯，这种人一生只可能出现一个配偶，他的婚姻生活大致也都能维持水准以上的幸福。如果能在22岁结婚，以这样的位置来看婚姻线，配合流年法来推算，在35岁开始就能过着安稳幸福的家庭生活了。如果你今年28岁、24岁时结婚，4年来并不特别觉得自己过得怎么幸福，但是却拥有一条清楚的婚姻线，那么大约到了35岁之后，配偶的工作会越来越顺利，家庭经济也会逐渐好转，甚至和家人之间的小纠葛也会消弭于无形。所以过了35岁，就会让你感觉婚姻生活因感情的稳固和经济状况的稳定，已经渐入佳境了。2. 能嫁有钱人的手纹。如果你的婚姻线的前端向上与太阳线相连接汇合，那便是再好不过的象征，因为这是注定会与名人或富裕者结婚的相。如果你是一位女性，婚姻将会是万人称羡的好姻缘，而丈夫的成就也势必非凡。美国前第1夫人贾桂林便拥有这种相。她原本是甘乃迪总统夫人，后来在丈夫遇刺身亡之后，又下嫁世界船王欧纳西斯。姑且不论她在精神的契合度与2任丈夫是否相合，但她的确受人尊重，拥有相当的知名度，享尽了世间的荣华富贵。以男性而言，这种相也是能成就好姻缘的。比方说，在网球俱乐部教人如何握拍的男子，竟可因此结识某大公司的富家千金。这种令人既羡慕又嫉妒的男性，还真是奈何不了他的好运呢。2. 有个幸福家庭的手纹。如果在深刻的婚姻线上出现多条斜斜上升且多数细小线条的话，则代表拥有这种相的人能获得美好的爱情与亨通的物质运，并且能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4. 能支撑夫家的手纹。许多研究命理的人认为，命运线如果朝中指下方延伸，是不吉的手相。事实上，命运线如果不朝中指正下方延伸，而往中指两边分叉出去的话，则代表此人能支撑家庭，为人性格负责，男女都是能背负一家的生计之相。女性更有能支撑夫家之相的特质，和男性一样，是能成大器之相，反而没有不吉利的意义。5. 多产的手纹。在婚姻生活中，是否能早生贵子，有时候往往会成为左右家庭运势的重要关键。手相中自然也透露了一些玄机。当然，男女双方的手相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所以不只要看女性的手纹，男性的也要看。能够获得孩子的典型手相，第一要件是金星丘的部分必须大而鼓起。至于多产的相到底应该具备什么特质呢？所以如果男女两方都全然没有这种支线的话，则不太可能拥有孩子。婚姻线上如果出现了直立的许多细线，就代表生育能力强盛，这种线又称孩子线，一定要出现好多条，强劲又直，才会有多产的可能。这样的人无论男女都能孕育教养出会出人头地的孩子。还有，这种女性的受孕力很强，如果不避孕的话，
很容易怀孕，千万别心存侥幸。如果手腕可以看见3、4条明显的手腕线，有这种线，便表示有多产的可能。6、婚姻线很长，上下有小直纹，但感情线起端和尾端也有织纹的人，您的婚姻线很长，上下有平行的小直纹，但感情线以起端和尾端也有织纹的，婚姻关系是在爱中成长，有耐心和爱心，给予对方无限的支持与鼓励，这让家成为了温暖的避风港，而不是另外一个战场。一起学习，一块成长，像春天早晨的微风吹在脸庞那么舒服。2颗心心心相印，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7、婚姻线有织纹上升，与成功线相接的人，您的婚姻线有织纹上升，与成功线相接的话，有机会与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结婚，嫁入豪门当个少奶奶。不止如此，你的他是个怕太太俱乐部会员，在结婚之后会相当的爱你，重视你。只要你专心地扮演好贵妇人的角色，学习应对进退，懂得各种场合自己角色的扮演，那么你真是太幸福了，你实现很多您心中的梦想，嫁给有钱人。8、两手的婚姻线3条都一样长，距离均等，但感情线起端和尾端也有织纹的人，您2手的婚姻线3条一样长，距离均等，但感情线以起端和尾端也有织纹的，家对你来说是夫妻的共荣圈，夫妻双方都有牺牲和奉献，无条件的付出真诚、尊重、责任和关怀，一起努力，共同缔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彼此也都珍惜、感激另一半的付出。可以说，从此王子与公主便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9、两手的婚姻线2条都一样长，距离均等，但感情线起端和尾端也有织纹的人，您2手的婚姻线上下2条一样长，距离均等，但感情线以起端和尾端也有织纹的，对你来说，婚姻是幸福的开始，身旁有个爱你的老公，与你一起计划未来的蓝图，共同开创属于2个人的生活。小生命的突然降临会为你们的感情加温，婚姻幸福美满，百年好合，小夫妻甜甜非常恩爱，能一起白头到老。10、婚姻线中间出现星纹的人，婚姻线尾端出现星纹的人，婚姻线中间出现星纹的是现代的灰姑娘，将有位白马王子开着奔驰捧着玻璃鞋来找你，你的人生将会大大的不同，上流社会的生活将让你大开眼界。婚姻线尾端出现星纹的，有机会嫁给艺术家，他有运动家的精神，诗人的多情，哲学家的智慧，艺术家的风度，从他的身上你可以学习美的体验，嫁给他就是过着艺术的人生，超级幸福的。也有很多的手相预示着婚姻不幸福，可能会遇到婚姻危机，有婚外情，家庭不和睦，吵架等。1、小心婚姻危机，只有一条婚姻线，而且婚姻线朝下切过太阳线。如果说爱情保险难保爱情的话，那么一纸婚约就更难捆住爱人的心了。真爱是不完美的，爱到浓时，真情人是无间的相惜；爱若淡时，剑拔弩张。之留残躯多情伤，婚姻线下垂多半带有悲惨的意味，免不了会分离。而有此手相，则表示不但不会有好姻缘，反而是一种会因婚姻处理不当而丧失财产、地位和声望的不吉之象。但是永远不要怀疑爱的力量，为自己、为家时时刻刻增添温暖，幸福是不会跑远的。话题：女人是谁让你们不幸福？2、婚姻之外的情人，最下面是最长的婚姻线，而上面有一条短婚姻线，从一夜情到找情人，还有什么能够洗清这个时代不忠贞的名声？谁都知道这段感情99%结尾都是无疾而终，但正是那1%，刺激的无数男女拼命追寻。婚姻像是给别人看的，情人这2个字更像是说给自己的。结婚是因为太相信爱情，或是不相信爱情，
但谁都不能否认自己对合理的婚姻曾有过曼妙的憧憬。无论是行动还是心动，相爱的本意不是要伤害任何人，切记谨慎后行。3、家庭不和谐的婚姻。女人的婚姻线杂乱而有纹路，则可能总是小题大做，打扰和谐的家庭氛围，造成家庭风波。婚姻线被杂纹干扰，婚姻线有杂乱的纹路，就表示夫妻不和，争吵不断，难以协调，导致感情破裂，需要自己主动才退一步，才能有和谐的婚姻。如果你有双重的能力，胆大却心细，可以做性质迥异的工作，也多有双重人格，八面玲珑，风采魅力相当吸引人。有此手相的朋友，常能成为一方之霸。男性拥有这种掌纹，能掌握庞大的权力和财富，此手相少见，较会在职业妇女身上见到，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在工作上多为人中龙凤，很快能崭露头角，但和老公、子女的缘分较薄，晚婚与不生子女的多。要维系婚姻的美满，需拿出更多的真诚心和付出心。最后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婚姻幸福美满。从你的大拇指看你的老了以后状态。太对了，老了以后你的家庭地位是怎样的？是做着享清福的皇后，还是仍需努力批阅奏折的皇上，或者是还得继续带孙子孙女的皇太后？这有张大拇指与你的退休状态测试图，能测出你退休后的状态，赶紧带着朋友们一起测试。从你的大拇指看你的老了以后状态。太准了！放下手机，一起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观察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短，就能知道你退休后的状态了。据说超准哦！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观察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短，对照上图，看看你是属于哪种类型。上面比下面长，为爱献身型。退休后，你需要继续照顾家庭，因为爱而继续承担起照顾孙子的责任。不过，相信你一定会乐在其中的。毕竟，现如今带孙子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职业。中国的爷爷奶奶们具备教师的水平、医生的能力、保姆的耐心、厨师的手艺、雷锋的精神、运动员的体魄、专业司机的技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B 上下一样长，悠闲享福型。退休后，你是享受生活的类型，约上3、5好友爬山、唱歌，定期跟老同学聚会吃饭，牵着老伴的手环游世界，还参加老年大学学习新知识的人就是你了。这样的你不用劳动，不用费心思，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是一个可以享清福的人。C 上面比下面短，忙碌不停型。退休后，你很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并不一定是因为钱，而是社会岗位需要你，需要你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哪怕退休了，也还想继续发光发热。这样的你十分热心，很受大家的喜爱，但是也要多关心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第二，7种一招小人的手相特征，看看你有吗？有的人在职场中总是招小人陷害，而有的人则总有贵人相助。那你是容易招小人还是遇贵人呢？下面从手相的角度为你整理了7大易招小人的手相，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吧。1、小人纹多。小人纹位于食指根部，倾斜的几条纹路，没有斜纹的不容易犯小人，一般人都会有几条，越多越会招惹小人，如果过多的话，则可能会招惹官非。2、小指长度不到无名指第2个关节。小指长度不到无名指第2个关节，这种人天性单纯、固执，语言表达能力差，人际关系往往处理不好，特别容易因轻信他人上当受骗。这样的人容易招小人，
并且最不适合经商做生意，需要小心被骗，导致血本无归的糟糕情况。3. 小指底部一节最短。小指底部一节最短之人，其人一般都是个性天真，容易轻信他人，且体力不佳，意志力薄弱，极易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给人可乘之机。4. 智慧线横七竖八，在手相中，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如果智慧线横七竖八的，这种手相的人也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这种人通常情商都不高，说话比较直，虽然并无恶意，但是无形之中也总是会得罪不少的人，所以容易遭人记恨，而遭到陷害。5. 肩行长。肩行长的人属于不用操劳的命格，只有手掌颜色发红的情形下，会为自己家庭操劳一点。这种手相的人很会享受，但需注意不要过于逞口舌之快，容易得罪人，招人陷害。另外，这种人往往感情用事，外貌协会，要经历好几段感情才能有所收获。而在事业上，这种人应避免目空一切，觉得什么好做什么，应该要做自己最擅长得事，不然就会做一次败一次。6. 横纹穿插事业线。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有3条主要的纹路，分别为智慧线、命运线和事业线。如果一个人的手上有横纹穿插自己事业线的话，则表示在生活中会容易遭受小人的陷害。这种手相的人在事业上很容易招致他人的眼红和妒忌，而遭受到陷害，从而干扰自己事业的发展。7. 感情线纹路杂乱。在手相中，感情线代表着一个人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运势。如果一个人的命运线纹路杂乱的话，则表示其家庭不和睦，经常会有争吵之事发生。在平常的人际交往和生活中，也容易招致别有用心之人的陷害，容易听信小人的谗言，被人从中作梗。这种手相就是典型的招小人手相。第3，天生有好运势的女人手相。一手掌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指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越多，身长且粗直，代表此人进财越多，财运旺盛，福禄双全。有这种手相女人，意味着她们一生能享用的财富源源不断，就算自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也能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求财顺利，能嫁得家境富裕的好夫家，不仅夫妻感情亲密，还能帮旺夫运，生财有道。有这样手相的女人，生活能过得舒心安稳。2手掌多守财纹。守财纹就是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平行于感情线的线纹。有这种守财纹的女人也是有福气的，虽然可能命中带来的福禄不多，但是能够依靠家人、丈夫或自身的努力守住财富，积累财富，有很好的理财能力，善于精打细算，知道如何管理钱财，而且并不会为了守财而只进不出，能敏锐地抓住财富商机，也是能有富足的生活。3食指有3约纹。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的话叫做指节纹，如果食指有3条指节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多进财机遇，能有丰厚的财富。这种人命中是有福禄的，而且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女性的话，出嫁后的生活状态会更好，婚姻幸福，也有机会嫁入家境优越的富贵人家，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生活美满安逸。4掌纹深刻清晰。手掌的纹线蕴含着运势变化的信息，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运势多曲折，常有意外变动出现。掌纹深刻清晰与否，能够反映出此人的思维智慧和行为方式。掌纹深刻清晰的女人多智慧超群，心思敏捷，做事情有章法，有清晰的人生规划，
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这样的女人性格也比较坚强，能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对待感情清醒理性，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姻。具有事业心，有不服输的韧性，能成为事业型的女强人，在事业上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财运顺利，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5. 手掌柔软圆厚，手掌以厚实圆润，色泽健康红润为吉，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皮肤光滑柔软，表示此人气血充足，元气充盈，说明此人身体健康，诸事无碍，运势顺利，能健康长寿。高寿也是一种福气，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有这样的手相女人，生来就是享有福禄的，命中财富深厚，福禄天成，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就算生在平凡人家，也是家庭幸福，身心充盈，安逸无忧。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9种长寿手能活99。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寿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
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明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
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